今天呢，用方形去除技术过度不连接，以动感来创造一个自然卷的发型，缺点变优点。那我们垂直分区、次分区更能帮助我们创造动感。剪一个方形去除，左右呢是原位，等于是一个圆柱形。然后呢，通过长度的落点落下来呢，可以拉长纵向空间，同时不丢失腰线的饱满度，发尾会得到非常柔和的外线。因为头骨有点偏宽，这样呢既可以创造动感，又可以拉长，又可以得到柔和的外线。全部保持垂直分区，向后带一片，去左右的偏移，上下是直角切口，等于是一个圆柱形，直至把整个后区剪完。注意我们的分区主分区是光环分区，所以要逐渐抬高，切口始终保持垂直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。这个后头部呢可以有两种变化，如果头骨偏扁平，切口可以变成堆积，高角度堆积，没有印线，上长下短。第二种可以变成上短下长，继续垂直分区，剪反曲线，上短下长，这样就可以保留外线，就可以创造狼尾的发型。所以我们要学技术，不要学发型。我们现在呢剪的是一个偏垂直的直角去除。那相反呢，我们在斜向后去磨掉量感区这个位置，因为后面正后方看横向，量感区会宽，这样比例会丢失。所以这样做完之后呢，会更加具有和谐性。前区也是垂直分区，帮助我们拿走动感，还是一个方形去除。这个是顶部方，其实跟后面看是后部方。这样落下来呢，同样可以创造动感的层次。因为模特脸型有一点偏大，所以我们要拉长，左右的偏移呢要带到第一片，可以理解为是倒三角，但技术呢还是直角去除，跟后区是一样的，全部带至中心线，这样就可以保留更多旁边的头发，预留更多的长度，拉长纵向空间，修饰脸型。侧区重点大家注意看一下，因为脸型比较偏大，所以不能分斜向后，我们分斜向前。但是发片呢是剪一个反曲线高于梳子，这样就可以落下来头发呢收紧脸侧，继续拉长脸型，不能剪堆积，全部往前靠。因为偏移是往前靠，所以流向是往后，前高后低的流向，符合减龄的风格，直至把这个后区剪完。我们现在是往前带，然后再往后带，以后面做导线，前后打磨，这样呢头发呢更有包裹感，更有还原度。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用的，随便选一个单一的向前向后的拉是得不到这样的包裹感。另外一侧再看一下，是斜向前往前拉，发片呢高于水平空间是反曲线，这样呢头发的内部流向会往前包裹，修饰脸型，外线会前高后低，符合风格。这样剪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去向后进行打薄，每一片往前靠一片即可，直至剪完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反方向向后拉，以后面的导线向前向后，然后这样呢包裹感就非常强，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顶部这个地方因2公分的不连接，剪去除，还是一个方形，是一个斜方，等于是反曲线。在2公分之内呢，必须要保持好这样的落差，它可以最好的形成视觉连接。次分区就是一点放射，放射性发片呢更能提高还原度，多半也是剪去除技术。这样剪完一个斜方呢，从正后方看呢，就可以把头剪得瘦长，上面不要宽，这是横重的比例。最怕呢把动感区剪宽，下面剪窄，同时呢还没有重量线，不会丢失饱满度。C 加 C 创造不连接，用方形层次做动感短。动感区前发还是一样，是一个顶部方，注意看一下，次分区一点放射，和前面呢也有一个1公分的不连接，自然垂落下来呢是视觉连接，
等于跟后驱是一样的，前后自然甩动以后呢，头发都会形成视觉连接，还原度极高。同时用不连接呢，就可以加上去除，让我们的卷度自然卷释放出来更加自然，又可以保留前面的长度，起到呢修饰刘海的一个脸型。不建议剪均等去除，会短，脸型会暴露。然后前后打磨一下，提高还原度。侧区可以看一下鬓角的处理，正后方呢把头就会剪得瘦长，没有重量线，千万不要把上面剪宽，下面剪窄。正前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卷度，就是被我们的不连接以及去除的方形层次给表达出来，释放出来，会有更多空间感。再回到前面的变化，静态区，如果我们剪反曲线呢，就是一个狼尾；如果剪堆积呢，就是一个质感短发。那今天是剪直角去除，那会柔和的外线，会剪得瘦长。